男主被创造的异世界成了一把剑，并契约了一名猫耳少女芙兰做女儿。获得了冒险者身份后，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护具了。芙兰走在街上，突然被一位左眼带着胎记的老头拦了下来。小妹妹找护具吗？要不要到他店里看看？怎么看都像是某种变态诱拐犯。郝建立即甩了个鉴定，发现这老头居然是王国荣誉工匠和工匠王。征求了郝建的同意后，芙兰跟着矮人戈尔斯来到了他的武器店。真正的大神都是有脾气的，戈尔斯也不例外。他的武器只能卖给真正的冒险者。他在冒险者公会看到了芙兰打斗的场面，所以很愿意把武器卖给他。换了新衣服和装备的芙兰秒变美少女，这些装备都是附加了所有攻击抵抗效果的道具。本来是别人的委托，不过对方已经死在迷宫里了，所以15万便宜处理给芙兰。得到人生中第一套护具的芙兰很开心。郝建发现店里的武器攻击值都比他高，更自闭了。芙兰抱着自家师傅安慰，郝建让芙兰去看看剑，当做研究。戈尔斯听到芙兰要看剑不解，他不是有一把很棒的剑了吗？而且还是智慧武器。没想到刚一露面，自己的身份就暴露了。芙兰抱着郝建警惕的躲远。这个人是怎么知道他是智慧武器的？原来戈尔斯拥有神眼技能，即便鉴定被阻断，也能依旧看出端倪。尤其对于武器来说，郝建是一把相当强的剑。只是出于工匠的兴趣，想和郝建聊一聊。见戈尔斯没有恶意，郝建也不装了。明明比他强的剑到处都是，戈尔斯又为什么说他特殊呢？光看攻击力的话确实如此，但郝建明显不懂魔力传导率。戈尔斯拿出了一把攻击力450的剑，让郝建在体内注入100的魔力砍，没想到居然轻松砍断了。郝建的魔力传导是 A， 传导率是100%，也就是说只要注入100的魔力就能提升200的攻击力。毫无疑问，郝建已经到达了魔剑的境界。戈尔斯好奇郝建到底是谁制作的，这个就连郝建自己都不知道。从郝建拥有意识还能超越魔剑领域这一点来看，郝建应该是出自能创造出开天辟地非凡神剑的传说级工匠之手，而过去只有5个人得到过这个称号。但郝建在性能上却并非神剑，戈尔斯有幸见过的神剑是岩剑伊格尼斯，确定了自己很厉害，郝建就放心了。接下来他想请戈尔斯给自己制作剑鞘，说着从空间里扔出一堆高级魔兽素材。有了这些素材，戈尔斯就能制作出更高级的护具，而且费用也可以用素材抵消。郝建的剑鞘3天就能完成，至于芙兰的新护具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告别戈尔斯后，郝建问芙兰要不要去买内衣。芙兰这小姑娘长得好就是活得糙，刚说自己不需要内衣也能战斗，就被一旁的服装店姐姐拖进了店里试衣服。果然这种事还是要交给女性。买好衣服后，芙兰又来到杂货店，店主卢福斯曾经是个冒险者，因为郝建说过要给芙兰做料理，所以买了一堆餐具和调料回去。采购完毕之后，天都黑了。芙兰来到一家旅馆住宿，工会卡也可以当做身份证用，只要出示了工会卡，就是芙兰一个小孩子也能住店。芙兰之前过得很苦，所以即便是普通的房间，她也觉得很棒。好父亲郝建一阵心酸，今后像这样的房间，他想住多少都行，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。直到芙兰进化到能独当一面之前，他都是芙兰的监护人，他就是为了芙兰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郝建用这个世界的香辛料给芙兰做了炸鸡，吃的小姑娘双眼放光，肚皮滚圆。老父亲给女儿擦擦嘴，睡前开一场作战会议，决定一下郝建自我进化点数怎么用。两人都认为该点亮自我回复魔术，毕竟以现在等级装备和等级更高的人战斗也不放心。郝建唠唠叨叨的还想要提升什么，扭头一看，芙兰已经睡着了。郝建给芙兰盖好被子，关了灯，闺女晚安。第二天，郝建带着芙兰去森林里采草药。季节的冒险者能做的工作就只有收集草药和讨伐哥布林，多亏了郝建有采集草药学技能，任务能够轻松完成。虽然芙兰看上去并不开心，突然远处传来了打斗的声音。芙兰跑过去一看，发现是3位冒险者被一群哥布林围攻了，情况非常危险。芙兰急忙冲上前支援，土魔法和剑术双重的攻击下，轻松解决了哥布林，还顺便给那3个冒险者扔了个群奶。那3人也够仗义，既然哥布林是芙兰打倒的，素材也应该由他来收下。芙兰听从郝建的建议，要了里面最高等级的霍普哥布林。经芙兰提醒，3人才发现围攻他们的哥布林都是有阶级的，瞬间大呼不妙，这不是哥布林逃窜的预兆吗？如果有多只霍普哥布林，就代表着有可能身为领袖的哥布林国王。有国王的哥布林群体威胁度是低，领导力会提升，进化成高阶的个体也会变多，最后会诞生哥布林王后。而国王、王后和剩下的个体全都是霍普哥布林，他们的成长速度很快，威胁度是 C。为了寻求食物，侵犯人类领土是能摧毁大城市的灾难，这个现象就被称为哥布林逃窜。再这样下去，整座城市都会陷入危险。冒险者打算回去报告工会，却没想到还有一只潜藏在暗处的哥布林没有死，还吹响了召集同伴的号角。很快就有很多哥布林围了上来，芙兰主动上前迎敌。如果想要变强，就必须经历更多的战斗。虽然芙兰很厉害，但哥布林的数量太多了，而且还开始联手进攻。芙兰很快就招架不住，受了伤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肯撤退，他需要经历更激烈的战斗，然后变得更强。郝建也终于明白了，他一心想要保护芙兰，不想让她受伤。但是芙兰想要的不是别人借给她的虚有其表的强悍，而是承受伤痛、克服生死关头的困境之后的真正力量。芙兰不是小猫，而是朝着自己理想魔拳擦掌的猛兽之子。芙兰靠坚定的信念和郝建的后方支援，总算将所有哥布林解决了。傍晚的时候，芙兰找到了哥布林的巢穴，正准备闯进去
去，却被郝建阻止了。弗兰消耗了大量体力，贸然闯入后很危险，他提议先回去吸收魔石。就在这时，3个冒险者带着支援赶到了，一看弗兰居然一个人干掉这么多哥布林，都惊呆了。弗兰给他们指出了哥布林的巢穴，二人觉得这不是普通的哥布林巢穴，极有可能还藏着一个地下城。冒险者让弗兰去见工会长，他会守在这里。工会长问他遇到了多少只哥布林，但弗兰就只顾杀了，根本就不记得杀了多少。但是郝建偷偷给他打小抄，得知弗兰杀了100多只哥布林，还没有一只撤退后，工会长头都大了。那些哥布林没有撤退，就代表巢穴里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处，也就是说，巢穴里很有可能被力量较强的高阶种占据了，而且那处巢穴还有可能是一处地下城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工会长立刻下令召集 F 级以上冒险者组成讨伐队，并破格给弗兰升到了 F， 让他参加3天后的讨伐。回到城里，弗兰首先来到武器店，请戈尔斯帮忙修复护具。魔法工匠利用魔晶石当媒介，就能利用魔力将护具恢复到接近原本的状态，只不过次数越多，效率就会越低，消耗的魔晶石也会越多。弗兰问戈尔斯地下城是什么地方，传言地下城是由混沌之神创造的，用来考验人类的场所。一种名为地下城核心的东西会突然出现，离它最近的生物就会成为这名地下城城主的混沌之神眷属，而具备了知识是智慧地下城城主可以用核心建造出一座迷宫。古老的地下城通常栖息着罕见的魔物，也藏有珍贵的宝物和道具。护具修复完毕后，弗兰回到旅馆，非要抱着郝建一起去洗澡，他也想要把被血弄脏的郝建洗干净。郝建的来不及挣扎，就被弗兰抱进了澡堂子，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。说起猫，大家的印象都是不喜欢水，但弗兰却很喜欢洗澡。就在他给郝建搓澡搓得起劲的时候，尼尔生气地走了过来，把武器带进澡堂可是违反规定的。不过再仔细一看，是弗兰，那没事了。郝建大饱眼福，听说弗兰也要参加哥布林讨伐，尼尔让他不要勉强，然后生气地痛骂骑士团的副团长，都怪他不肯派出骑士团，冒险者的负担才这么重。原来奥古斯特贵族副团长非常讨厌冒险者，所以拒绝了讨伐哥布林出兵的请求。现在工会里只有多纳多一个 C 级冒险者镇场。尼尔感叹，要是鬼子母神在就好了，他是 A 级冒险者，工会的王牌，可惜上级冒险者都被派去调查魔狼平原了。说来说去还是郝建的锅，偏偏这个时候出现了地下城，混沌之神还真是爱捉弄人。弗兰又问起混沌之神是怎样的神，传说众神是从异界出现的，其中有10位力量最强，太阳、月亮、大海、大地、火焰、风雨、森林和虫兽，创造了这个世界和生命。冥界之神创造轮回，建立这个世界的真理。后来他们的子孙78柱众神为这个世界加上了各式各样的色彩，而原本10柱神中的最后一位就是混沌女神，她为了防止世界停滞而制造了混沌，被称为地下城的试炼所，据说就是一项混沌。这个世界原本也是有战斗之神的，不过他太沉迷于力量，已经堕落成邪神了。堕落成邪神的战斗之神获得了强大的力量，向其他神发出挑战，但是他战败了，他的身体被切成了几块，封印在世界各地，而没能完全封印的肉体生出了哥布林、半兽人等邪人。弗兰用脑过度，尼尔故事还没讲完，人已经歇菜了。戈尔斯给郝建做好了剑鞘，终于不用裸奔的郝建缩回剑鞘里，高兴的转圈圈。戈尔斯还贴心的设计了不用弗兰帮忙，郝建也能自己脱下剑鞘的机关。充满干劲的一人一剑来到城外集结。多纳多是这次行动的队长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击败哥布林国王和王后，防止哥布林逃窜的发生。如果有可能，再去调查地下城，击败地下城城主。结果话没说完，哥布林突然成群的冲了出来，冒险者们也只能仓促应战。他们原本就是被临时召集来的冒险者，现在又被分散战力，哥布林中明显有人在指挥。郝建让弗兰一边掩护冒险者，一边前往入口。杀死100只哥布林后，弗兰获得了哥布林杀手的称号。一般的哥布林看到他扭头就跑，弗兰救下了一位差点被哥布林砍死的冒险者，但是洞口因为混战被堵得严严实实。郝建翻出从剑齿虎身上获得的技能空中跳跃，让弗兰占据制空权，利用火魔法和剑术扫荡杂兵。郝建一发高级魔法闪焰暴风，将入口的哥布林轰成灰烬后，弗兰二话不说率先跑进了地下城，他今天要独占所有的功劳。而正如郝建所预料，哥布林确实有更高等级的存在指挥着，而对方的目的就是将整个地下城变为哥布林的帝国。